Hello，欢迎回到魏总的频道。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带大家来看一款传说中的小神物啊。那它呢就是眼前的这个变形金刚09电影 Hunt for the Decepticon 系列 D 级别的双枪横炮 Sideswipe。那么我们还是先从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开始看起啊。那我手上的这一款双枪横炮呢，它是一个美版的版本啊。那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能看到就是它的车头部分呢多出来这种红色的一个火焰纹，是非常大面积的一个涂装。包括说它的这个车玻璃的部分，也是采取了一个红色的透明件。那当然，同样的这个模具，它还有一个日版的版本。那一个版本，它的这个红色的火焰纹啊，包括说车窗呢，全部变成了电影中的一个原色的一个形象。那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肯定是更喜欢原色的这个横炮的。但是呢，日版的这一款原色的双枪横炮，就因为它是原色，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抢手啊，基本上说是很难买到的一款玩具了。那所以呢，我就只能将就一下，买了这个美版的带火焰纹的版本来过手瘾了。毕竟双枪横炮这个模具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模具了。那么双枪版本的横炮呢，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载具形态相比较于更早的那一款双刀的版本，它的车头部分其实会更显得破碎一点点，整个合缝是很多的，而且像这边有一些合缝呢，我经过了很久的密合也达不到非常完美的那种车头的一个体现，很可惜啊。毕竟呢，这款双枪的版本它的一个变形设计呢，比较双刀的版本会更加的复杂一点点，那这一点代价我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然后它的车身的侧面整体的一个流线型轮廓的刻画是很完美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反倒它的车尾部啊，是这款跑车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部分。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双枪的版本呢，它的车尾灯并没有进行红色的一个刻画，看上去就没有双刀横炮那么的好看了。然后它的一个车底盘的部分，其实跟双刀横炮是很像的，两条很显眼的大长腿就暴露在这边了。那这一款呢，它是有一个爆甲的玩法的。那因为有这个玩法，所以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车顶棚这一块合缝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卡扣的，我们正常把玩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这边给它掀起来了。那么至于说这一款玩具它的这个爆甲的玩法是很简单的，我们只需要把它后背的这一整块零件慢慢的往上给它整个掀起来，把它的这块盖板一点一点的从这边给它掀出来，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爆甲的玩法。掀出来之后呢，我们能看到它的两个武器是收纳在这边的，我们只要把它往前给它旋转出来，然后把这一块零件呢往上掀起来，把它的两把枪从这边转出来，这里也是同样的，把它的这个武器呢从它的收纳的地方给它往外旋转出来。这边是比较卡手啊，并没有那么的一个流畅。给它旋转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的这个后背的盖板给它往回扣回来，就能实现这款横炮的一个爆甲的玩法了。整体看上去呢，我认为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而且整体看上去也是很霸气的。那它的这个武器的收纳，这个时候也正好能跟大家说了，它是能做到一个在载具形态下的完美收纳的，甚至还能给你拿出来展示一下它的这个火力，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设计了。然后就是最后的一点小缺点呢，就是这款横炮它的4轮接地啊，在从人形变到车形态之后，需要经过稍微比较耐心的一点点调整啊，才能达到这种比较完美的4轮接地。那也算是这款玩具在把玩体验上呢，稍微一点点扣分的这个小缺点了，但是无伤大雅，整体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这一款横炮它车头非常大面积的这个火焰纹啊，当然在我刚拿到手的时候肯定是看不顺眼的。我觉得横炮肯定是原色更好看一点啊，但是当我看久之后，看顺眼了之后，这个火焰纹呢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反正我个人觉得已经失去了对于原色版本的那个追求了。这一款火焰纹的一个美版呢，在我手里我觉得也就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款横炮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把它车门部分这一块卡扣非常轻松的给它解锁，然后拉到一边去。这里也是同样的，非常轻松的掰开就行了。这里的卡扣设计真的是很友好。然后车头部分同样的，这边的卡扣给它解锁，然后把它往两边掰开。这里也是同样的，往两边给它掰开。
掰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的整个两个大长腿啊，给它往前翻折过来。翻折过来之后，我们就先变形它的一个腿部的部分了。首先这边只要把它往上折叠到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反足的一个设计就完成了。这边也是同样的，腿部的变形呢，基本上等于说是没有，稍微往上折叠一下，然后把它的这个脚后跟跟前脚趾啊给它翻出来，然后呢就是把它的整个脚掌的部分旋转180度，让这边朝前，让这一块类似于挡泥板的部分朝前就可以了。这里也是同样的，把它旋转180度朝前，然后呢它的一个下半身就非常简单的变形完成了。之后呢，我们来变形它的一个上半身的部分。首先这边的这一块盖板，我们把它稍微往前折叠一下，到这里避让开它后背的一个形象。然后这边是一个联动的关节，当我们旋转它的一整个车尾部的时候，这一块它的头部就会弹出来。我们来看，旋转它的车尾部，然后它的头部呢就会从这边往里头弹出来。当然这边的变形设计是有它的缺点的，因为它的额头部分呢，我们能看到这边已经掉漆了。当我们旋转这一块零件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额头啊，跟车身的零件的这种剐蹭是不可避免的，它没有做出一个多余的空间，就只能让它在这边硬蹭啊。所以说把完久了之后，这一块的漆面估计是要磨没了。然后呢，我们把它的整个头部往前给它瘪过来。之后呢，我们来变形它的一个车尾部分。这边首先把它的这一块零件给它取出来，往上用这边的一个双动关节往上进行一个折叠。然后呢，这一块部分把它的这个腹部的这个形象给它往前进行一个旋转。然后我们来变形它的一个腰身的部分。那这边的几块零件比较的碍手，我们把它旋转到这边的一个形象。这也是同样的，把它的手臂部分呢往这边旋转。然后就是它的一个腰身，把它的车引擎盖的部分往里头进行一个折叠。这里是有一个相应的卡扣的，我们看这边有个黑色的钩子，对应的就是这块的一个另外的一块钩子，往上扣上去，它会非常清脆的咔的一声。然后之后我们再把它的整个车尾部分往前进行旋转，旋转到这边之后呢，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个工字形的卡槽，对应它这边有个黑色的卡榫，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卡榫对应到这个卡槽给它扣住，它的一个胸口部分就很简单的锁定住了，那它的整个躯干部分也就变形完成了。之后呢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后续的处理。那这一块首先它的这一个零件往里头进行一个旋转到这边，那当然你的这个双枪呢可能需要稍微往两边给它避让开一点点空间，才能让这一块排气管的这个零件给它压到底。然后呢，我们把它利用这个双动关节继续往前进行折叠到这边，它这边是没有一个相应的卡扣的，但是利用关节的这个关节旋转的一些阻尼啊，它也能很好的固定在这边啊。然后它的一个背包部分呢，就把这两边的一个零件往前进行旋转。那至于说它的背包要变成什么样，你是要让它这样竖在这边，类似于双刀横炮的一个形象呢，还是要让它往下进行一个倒 V 字形的，类似于电影中的一个形象，就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那最后呢，就是它的一个手臂的变形啊。首先把它的肩膀部分灰色的一个零件往上提到顶，然后呢，就是它这边手部，我个人认为也算是比较巧妙的一个设计。首先把它这一块零件往边上进行一个旋转，然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它的这个里面的手的部分就能从里面旋转开来，然后再把这块零件往下进行折叠，那它的一边的一个手部也就变形完成了。那当然这一块零件它也是没有固定的卡扣的，那虽然说把玩的时候它并不会频繁的这样子乱动啊，那当然它这边松松垮垮的也是让人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的。这里也是同样的，把它灰色的一个零件呢往上旋转到顶，然后同样的一个步骤，这边先往旁边进行一个旋转避让开之后呢，把它的这个手部从这边旋转出来，然后再让它的这个零件往下给它扣合过来呢，到这边呢，这一款横炮的人形态也就变形完成了。那么这一款双枪横炮，它的一个人形态，我个人认为是非常的不错的。首先说它的一个身材比例看上去是挺好看的，然后呢，它的这个手臂部分因为携带了一部分车头的零件，所以说整体给我带来的观感就是它的整个上肢看上去是会更强壮、更有威慑力一点点。那相比较于双刀的横炮那种比较简洁干练的小臂部分的设计呢，我其实是更喜欢双枪横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然后它最大的优点，我认为就是它的一个优化过后的背包的一个处理。那在更早版本的那个双刀的横炮中呢，它的这个背包是两个非
常大的一个车壳立在这边，整体的一个视觉重心会更往后背偏一点点。那双枪的这个版本呢，取消掉了那个大龟壳啊，然后把这个车门部分很微小的零件给它背到了背后，整体的一个背包，首先来说呢，相比较于电影中的形象是会更还原一点点啊。其次呢，整个背包看着也是更简洁干练了一些了。然后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头雕部分的一个设计，那这款横炮它的头雕依然是这种比较犀利的一个面相啊。那它的这个眼睛的部分，我个人其实不太了解为什么要做成这样。我们能看到它虽然说它的一个后脑勺部分是给了这样的一个红色的透明件来达到一个透光的效果的，但是它的一个实际透光表现呢，我们来看啊，这边把灯照过来之后，它只有一边的眼睛是有一个透光的这个效果，另外一边眼睛是完全就是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设计啊，不知道是他中奖了呢，还是说他就是这么设计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他一只眼睛亮，一只眼睛瞎了。总而言之呢，他的这一个整个头雕的设计，我个人还是比较的满意的。然后我们来看他的一个大腿根部啊，大腿根部是跟双刀一样做出了这种液压感的一个效果。那当然它不是真的液压感啊，只是4个软胶的一个零件了。然后它的一个腿部是做出这种反足的设计，非常的具有侵略性。脚部呢，针对于它的这个轮子脚啊，是做出了一点点的稳定性的加持啊，它增加了这样的2个零件的来让它在桌面上的一个站立显得是更加的稳定一点点。然后我们来看它可动方面的一个表现，首先头部有非常多的一个抬头的关节，能抬到向前飞行的一个角度了。然后它的左右旋转都是没有问题的，歪头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可动的范围的。肩膀部分的可动幅度比较的强大，它有往前一点点的类似于一个蝴蝶肩的这种肩膀前伸的关节啊。那当然这得益于它的一个变形的结构了。然后肩膀部分是球形关节，可以往上抬到非常大的一个角度。然后外摆内收呢也是有做出来的，它的这个一整个手肘部分呢往前折呢是能折到差不多90度的一个表现啊。然后它的手腕部分能往前往后进行折叠，那这是因为它变形需要的一个缘故。那手腕也并没有这个左右的旋转了，腰转呢是没有的。然后它的大腿根部也是因为这个软胶材质的限制，所以说它大腿根部的一个可动范围并没有很大，特别是它的这个侧地啊，只能到45度差不多左右的一个范围了。膝盖部分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可动的表现了，而且因为这样一根连杆的存在呢，让它的整个小腿就没有往后弯曲的一个幅度，往前伸呢是能伸到这种伸直的一个形象的。然后它的脚踝部分因为变形的缘故呢，它的脚踝是能左右旋转的，但是并没有左右的接地。但是它这样子一片一片的这种脚部的设计，也让它并不太依赖于左右的接地，也就能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站立的稳定性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款横炮的一个武器配件，那就是在载具台下也给大家见面过的这两把小枪了。当然在进行握持之前，需要把这一块零件从里面给它旋转出来，也就达到了这两把武器的一个完整的形象了。那它的一个握持呢很特殊啊，跟以往的动手不同，它是需要把这个小枪呢给它往里头抠进去，给它放到手里，然后再旋转扣好。然后这样就能实现一个比较稳固的握持了，这也是同样的。首先呢，把它的这个握柄给它放到手里去，之后再往前进行一个旋转卡好，这样就能实现这两把小枪在人形态下的一个握持了。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一款09电影系列 D 级别的双枪横炮，在我个人看来是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款模具啊。首先它的一个人形态的美型度相比较于更早的双刀版本是要提升的非常多的，特别是它的后背部分的一个优化，然后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呢也比更早版本要更复杂一点点，然后一些比较巧妙的设计都是有的，而且它的一个卡扣的手感我认为也是很不错啊，其实并不需要太用力就能实现一些卡扣的扣合，包括说一些解锁，是非常舒适和流畅的一个变形体验。那它的载具形态呢跟更早的双刀版本可以说各有千秋啊。那它的这个双枪的版本，它车头部分可能是确实会有一点点的破碎，然后呢它的一个车尾灯也并没有进行涂装，也算是比较可惜的一个点了。那不管怎样，这款玩具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入手的。那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变形金刚09电影 Hunt for the Decepticon 系列 D 级别的双枪横炮 Sideswipe。